SpaceX 上市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公司，它是最近几年全球资本市场最有想象力也最有争议的一次 IPO。一家公司上市估值将近1.8万亿美元，融资规模750亿美元，上市之后市值一度冲到了2万亿美元的级别。很多投资者不是在买一家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公司了，而是在买马斯克讲给资本市场的一个超级故事。这个故事当中有火箭，有星链，有 AI，有太空数据中心，有未来算力，也有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的宏大愿景，听起来非常激动人心。但是问题也来了，一家仍然处在大额投入阶段，仍然有高负债压力，甚至还把烧钱的 AI 业务装进去的公司，凭什么值这么多钱呢？它到底是人类太空经济时代的入场券，还是史上最贵的一场资本故事？这期视频我们不跟着情绪走，我们就坐下来把这件事儿讲清楚。我会回答3个问题：第一，SpaceX 到底已经变成了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第二，马斯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市？第三，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只股票？我先给结论，SpaceX 的估值呢不是靠火箭撑起来的，它真正卖给资本市场的是一套完整的未来闭环。火箭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星链把太空变成可以收费的网络，AI 把这套网络和算力变成新的增长故事。所以看 SpaceX，我们不能只看火箭，我们要看马斯克到底要把什么东西装进这家公司。很多人一听到 SpaceX，首先反应的那肯定是火箭呀，猎鹰9号、星舰、筷子夹火箭、火星移民，这些画面确实太有冲击力了。哪怕你完全不懂航天，看到火箭发射以后再回收落地，都会觉得这件事儿非常震撼。但如果我们从投资和估值的角度来看，SpaceX 最重要的价值不是它会发射火箭，而是它把进入太空的成本曲线给打下来了。过去的航天呢，更像是国家工程，成本太高，风险太高，频率太低。人类当然可以进入太空，但是太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场景，因为当你把任何东西送上天都极其昂贵的时候，很多商业模式在这第一步就死掉了。SpaceX 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门槛往下砸。它的上市材料里有一组很有冲击力的数字。过去 NASA 把1公斤的重量送上近地轨道，成本大概是5.45万美元，猎鹰9号大概是2720美元，而星舰的理论目标是把这个成本压缩到100美元以下。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太空不再只是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了，而是开始变成上去以后能做什么生意的问题。以前太空就好像一个没有高速公路的目的地，不是去不了，而是去一次的成本太高。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就相当于在地球和近地轨道之间修了一条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本身不一定是利润最高的生意，但是没有这条路，那后面所有的故事都没有基础。所以呢，火箭是 SpaceX 这座大楼的地基，但是地基不等于整栋楼啊。火箭发射这个市场本身，天花板就是看得见的。就算 SpaceX 在商业发射市场里面很强，就算它几乎重塑了西方商业航天的格局，发射业务本身也很难单独支撑起超过2万亿美元级别的估值。发射业务是重资产、高投入、技术风险大的业务板块。星舰代表未来，但是现在它仍然处在测试和商业化验证的阶段。猎鹰9号非常成熟了，但是它更多的呢是要把成本打下来，为后面的星链、AI 和太空基础设施服务。所以第一层的结论就是，SpaceX 的火箭业务证明了它有进入太空的能力，但是它不是2万亿美元估值的主要答案，它更像是一条通往太空经济的高速公路。真正让资本市场开始认真相信 SpaceX 商业化能力的，不是火箭，而是星链。如果说火箭是高速公路，那么星链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第一个真正开始收钱的系统。星链本质上是什么？它不是普通的卫星项目，它更像是一个低轨卫星互联网的运营商。用户买一个终端，然后每个月付费，它解决的是传统地面网络到不了，或者是成本太高的场景，比如说偏远的地区啦、海上飞机山区极地战区开发中的国家还有那些地面基站覆盖不稳定的地方。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因为火箭发射是项目制业务，帮你发射一次收一次钱。但是星链呢是订阅制业务，用户持续付费，
收入可重复、可预测。资本市场天然更喜欢这种商业模式。材料里面就提到啊，2025年 SpaceX 的总营收预计是187亿美元，其中星链贡献了114亿美元，占比大约61%。用户数量方面呢，星链从2025年初的大概500万户，迅速增长到2026年1季度的1000万级别。这些数据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们说明啊，SpaceX 不再只是一个不断烧钱、不断讲梦想的航天公司了，它已经有一块业务能够用太空基础设施向真实的用户收钱了。星链的商业模式很像天上的电信运营商，他先花巨额的成本把卫星网络铺起来，然后靠终端和月费获得收入。一旦网络规模形成，多增加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并不会像传统项目制业务一样线性增加，这就是规模经济。所以，星链的意义不只是赚钱，它更像是 SpaceX 给资本市场交出来的一份证明。你看，太空商业化不是纯想象吧？我可不是只会把火箭送上天，我还可以把太空变成一张能收费的网络。哎，这点非常关键，因为在资本市场当中，一个公司最怕的不是愿景太大，而是它的愿景没有商业闭环。有了星链之后，SpaceX 的故事就从我想去火星变成了我已经能用太空基础设施赚钱了。但是这里我们也要冷静，星链并不是没有风险。第一，低轨卫星建设和维护成本很高，卫星有寿命，要不断的补星换代。第二，频谱监管和地缘政治会影响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扩张。第三，未来低轨卫星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第四，星链现在的高增长能不能持续，还得看用户的渗透率 ARPU， 也就是人均贡献收入和利润率。所以呢，星链是 SpaceX 现在最扎实的资产，但是仅靠星链也很难完整的解释2万亿美元级别的估值。真正能把它估值往上推的是第三层 AI。这次 SpaceX 上市最值得研究的一步，就是马斯克把 xAI 并入了 SpaceX。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家搞火箭和卫星互联网的公司，为什么要把 AI 塞进来？表面上看呢，这像是在硬拼，但是站在马斯克的叙事当中，这可不是乱拼，而是补上最后一块拼图。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火箭负责运输，星链负责连接，AI 负责算力和智能。如果未来有太空数据中心，那火箭呢把设备送上去，太空太阳能提供能源，星链负责数据回传，AI 负责消耗算力，提供应用和服务。听起来很疯狂，但是资本市场就是喜欢这种疯狂但能自洽的故事。SpaceX 招股书把3块业务的潜在市场是拆成这样的：太空相关的市场大概有3700亿美元的规模，互联网业务的潜在市场大概是1.6万亿美元的规模，而 AI 和相关基础设施潜在的市场高达26.5万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 AI 会成为估值的顶楼。火箭是硬实力，星链是现金流，AI 是估值弹性。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AI 确实可能是它未来最大的增长点，但它也是最不确定的部分。现在全球的 AI 基础设施最大的约束呢，已经不是大模型和芯片了，还有电力、土地、散热、用水、监管和环保。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越来越像一个吞电巨兽。于是马斯克讲了一个非常马斯克的方案，他要把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太空里面有太阳能，有散热条件，不占地球土地，不需要在城市电网上抢电。火箭负责把设备运上去，星链负责连接，AI 负责产生需求。这个叙事非常震撼，但是投资者必须明白，它距离稳定的商业化还很遥远。一个故事从物理上可能到工程上可行，再到商业上赚钱，中间每一环都隔着非常长的链路。马斯克最厉害的地方呢，是他经常把10年、20年以后的未来讲得好像明年就能发生。这既是他的魅力，也是投资者最大的风险。SpaceX 最贵的部分啊，不是已经被验证的现金流，而是还没有完全被验证的未来。很多人会问，SpaceX 这么厉害，为什么以前不上市，偏偏选在现在突然上市？这里面既有梦想，也有现实的问题。SpaceX 已经成立20多年了，早期的投资人、创投基金、员工持股，很多账面的收益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只要公司不上市，那这些财富就缺少公开、稳定、足够大的流动性出口。对于那些早期的投资人和员工来说，
上市意味着他们可以把账面财富变成了可以交易、可以退出的真金白银。所以呢，上市不是单纯的让普通人上车，上市首先是给早期的资本和内部的持股者提供退出的出口。第二个原因更现实，AI 太烧钱了。xAI 并入之后，SpaceX 已经不只是火箭和星链公司了，它变成了一家火箭、卫星互联网、AI 基础设施、未来太空数据中心的混合体。这就意味着资本开支会非常大，芯片、数据中心、电力、工程建设、人才、模型训练，全是持续烧钱的东西。如果只靠一轮一轮的私募融资，压力会越来越大。上市可以把公开资本市场变成长期资金的来源。第三个原因就是时机了。AI 热潮、科技股行情、全球资金对稀缺科技资产的追逐，给 SpaceX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大公司上市很少会选择市场最悲观的时候，他们通常选择大家最愿意相信未来的时候，这就是资本市场最现实的一面。好故事要在市场愿意给高价的时候讲。这次融资规模非常大，但是由于估值极高 ，SpaceX 只需要出让极少比例的股份就能够融到巨额的资金。这次 SpaceX 的融资是750亿美元，出让比例呢只有4.2%。这个融资成本对于公司和马斯克来说非常划算。同样一笔钱，估值越高，稀释的越少。所以 SpaceX 上市不只是缺钱，它是在估值对它最有利的时候，用最少的股权换取最多的资本。我觉得最值得普通投资者在这里注意的一个点啊，是控制权。SpaceX 上市之后呢，普通投资者可以买股票，但你买到的股票不代表你能影响这家公司。SpaceX 采用的是多重股权结构，A 类股呢是一股一票，B 类股呢一股10票，C 类股没有投票权。上市以前，马斯克已经通过 B 类高投票权股票掌握了超过85%的投票权。这意味着什么？SpaceX 上市了，但是控制权没有上市，普通投资者买的是经济权益，不是话语权。这个结构从传统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呢，是有风险的，因为如果公司出现了重大的决策问题，普通股东很难真正的约束马斯克。当然，从另外一方面看呀，这又是 SpaceX 估值的一部分，因为很多人买 SpaceX 本质上买的是马斯克这个人。如果你相信马斯克，你可能会觉得集中控制权是好事儿，因为他不用被短期的股东、基金经理、季度财报所绑架，他可以继续做长期冒险、非共识的事情。那如果你不相信马斯克，你会觉得这是巨大风险，因为一家公司把太多的权力压在一个极度强势、极度天才、也极度不可预测的人身上。所以控制权这件事儿呢，不是简单的好坏，它本质上是一个选择，就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钱交给一个天才企业家，同时接受你几乎没有控制权这件事儿。这就是 SpaceX 和很多普通的上市公司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接下来呢，咱们谈估值。SpaceX 这样的公司最容易让人失去理性，因为它的故事太大了，太空、AI、通信、能源、算力、火星、人类未来。但是只要你是投资者，最后呢，还是要回到那个基本问题：这个价格你到底买了多少未来？SpaceX 上市以后的估值已经进入了2万亿美元的级别，而上市材料里面给到的2025年的总收入大概是187亿美元。因为公司还没有稳定的净利润，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市盈率去看，我们只能看市销率，看它未来收入的增长，看现金流路径。如果我们按照135美元的发行价、1.75万亿美元的估值来测算，SpaceX 的市销率大概是94倍。哎，这个倍数啊非常高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投资者你愿意为了公司每1美元的收入付出接近94美元的市值。这不是在买今天的 SpaceX 了，这是在买2030年、2040年的 SpaceX。星链当然可以给一部分估值，如果2028年的星链收入达到560亿美元，我们再按照18到22倍的 PS， 也就是市销率来估算的话，星链独立的估值大概可以给到1万亿到1.2万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本身已经非常大了。但即便这样算，距离2万亿美元的估值级别仍然还有很多空间需要解释。那这部分空间靠什么呢？靠火箭发射肯定不够，火箭业务啊更像是基础设施，市场天花板相对清楚。靠星舰吗？需要商业化验证。靠 AI 吗？想象力巨大，但是不确定性也非常大。靠马斯克本人，这确实是溢价的一部分，但是个人信用也不是无风险资产呀。
所以这里面真正我们需要判断的是，SpaceX 啊，它不是一家便宜的公司，它是一家把未来很多年的成功都提前定价到现在的公司。买它不是买安全边际，而是买未来兑现的能力。这句话很重要。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把伟大的公司和好的投资混为一谈。伟大的公司也可能因为你买的太贵而很多年不赚钱，而且呢，越是伟大的叙事，越容易忘记价格。讲到这里，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SpaceX 到底该不该买？我先说结论啊，目前不能把它当成稳赚不赔的投资。SpaceX 伟大不等于 SpaceX 的股票现在便宜啊，马斯克厉害也不等于每一个价格买入都会合理。太空经济有未来，不等于今天追高就没风险。所以我建议啊，投资者你把自己分成3类人来看。第一类呢，你是情绪型的散户。如果你只是因为大家都在谈 SpaceX，你怕错过，觉得这是一生一次的大机会，所以呢，开盘你就想冲进去，那我建议你先冷静。因为 IPO 上市的初期啊，特别是这种超级热门的标的，情绪和交易都会非常的拥挤。它同时会吸引长期资金、短线资金、指数基金、马斯克信仰资金和投机资金。普通人最容易在情绪最热的时候买进去，然后发现自己买的不是梦想，而是被动。第二类呢，就是你是长期科技信仰型的投资者。如果你真的理解火箭、星链、AI、太空数据中心的逻辑，也能够接受10年以上能够承受波动，那你可以把 SpaceX 啊当成你长期观察的标的。但即便如此，仓位也要控制，不要因为一个宏大的叙事就把太多的家庭资产都压进去。任何一个伟大的公司在早期兑现之前，都可能经历大幅的回撤、估值的消化、业务低于预期、监管冲击、技术延迟等等风险。第三类呢，你是那种通过基金被动持有的人，就是你可能也没有计划，也没有主动去买 SpaceX，但是未来如果它很快的被纳入了纳指100、科技 ETF、全球科技基金，甚至某些养老金账户，那你啊很可能会通过基金间接被动的持有了 SpaceX。所以，即便你不一定去买它，SpaceX 也可能会通过指数基金进入你的资产组合。哎，这就是为什么普通投资者也应该看懂它，因为 SpaceX 它不只是某一个股票了，它可能会变成全球科技资产定价体系里面一个超级的权重股。如果我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一下，我会给普通投资者3个原则。第一呢，不要在 IPO 情绪最热的时候追进去满仓。第二呢，不要把伟大的叙事等同于能落到你口袋里的确定收益。第三，不要只看股价的涨跌，还要跟踪业务有没有兑现。这3个原则比你猜它明天是涨是跌还要重要。那么以后我们怎么看 SpaceX 呢？我觉得你不用每天盯着它的 K 线图，也不用天天去想它是不是泡沫，重点看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 Starlink 的用户数和利润率，因为星链呀是 SpaceX 现在最扎实的现金流核心，你要看用户数能不能持续的增长。ARPU 也就是人均贡献收入会不会下滑，毛利率和经营利润率能不能维持，国际监管和竞争会不会影响扩张。只要星链继续高速增长， SpaceX 的底盘就会比较稳。如果星链增长放缓或者利润下滑，那么 SpaceX 的估值基础就会受到挑战。第二个指标呢是 Starship 的商业化进度，星舰是未来成本革命的关键。你要看它能不能稳定的发射，能不能真正实现全舰可复用，发射成本能不能继续下降，能不能支撑下一代的星链、太空数据中心和更大规模的太空基础设施。如果星舰迟迟不能商业化， SpaceX 很多远期的故事啊就会打折扣。第三个指标，我们要看它的 AI 业务能不能从烧钱变成现金流。AI 是最大的想象，也是最大的风险。我们要看 XAI 是否继续大额亏损，算力租赁合同是否真实持续可续约，太空数据中心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AI 业务是否真的和火箭、星链产生了协同。如果 AI 只是把一个烧钱的业务塞进了上市公司，那么它会拖累估值。如果 AI 真的和太空的基础设施建设、算力网络、星链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 SpaceX 啊才可能打开新的估值天花板。所以未来跟踪 SpaceX，我们不能只看马斯克说了什么，还要看星链、星舰、AI 这3件事儿有没有兑现。
最后，我们怎么理解 SpaceX 的上市？我觉得它不是一只普通的股票了，也不是一次普通的 IPO，它是资本市场第一次用2万亿美元级别的价格去给太空基础设施、全球卫星网络、AI 算力、马斯克个人信用一起定价。这件事儿非常震撼，因为资本市场正在把人类未来最宏大的几个叙事——太空、AI、通信、能源、算力——打包成了一个股票代码。但也正因为它震撼，所以它危险。越是宏大的叙事，越容易让普通人只看到远方，而忽略了脚下。SpaceX 可能是人类太空经济时代的入口，也可能是一场把未来提前定价太多的资本实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要关注它的哪一部分业绩已经兑现，哪一部分还在路上，哪一部分目前只是故事。现在可以说，火箭已经证明了 SpaceX 的工程能力，星链已经证明了太空商业化可以收钱，但是 AI 和太空数据中心呢，还需要时间去证明。所以，对 SpaceX 最好的态度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简单的否定，它值得研究，但不值得我们冲动。看懂世界，放对资产，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